不值得买85毫米人像镜头，3个必须买的理由以及最佳使用方法。我是詹姆斯于正，一名职业摄影师，出过3本詹姆斯的风光摄影笔记。不管使用佳能还是尼康相机，我的摄影包里永远都会有一支85毫米定焦镜头，拍摄人像的首选镜头。我前2天拍了一场白加黑的全天婚礼，双机4镜，1430加2470两支变焦，50和85两支定焦。你猜猜看，每支镜头的使用比例？哦，我自己都吓一跳，1300多张原片，85定我拍了600多张，而2470才拍了29张。当然，可能因为我上午只负责新郎拍摄，下午我就降格为第2摄影师，负责抓拍人物表情了。为什么85定会成为我拍人像的主力镜头？今天我不仅告诉你答案，还会分享最佳使用方法。今天我也丧心病狂的请来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做模特，来维尼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维尼。好啊，下面是维尼的抖音账户，大家多多关注加点赞哦，以后的节目才能常常看到她友情出镜。理由1：最佳的五官比例。你看到这里，相信你一定会说，拍人像主要还是看模特，美女总是让拍摄变得简单，好器材加上合适角度就能拍出漂亮的照片。大家都说85毫米是最理想的人像焦段，但都没有说清为什么最理想。学过美术的人都知道，人像素描首先要定好五官比例。如果说眼睛是摄影师的对焦点，那么鼻子其实是构图的关键。散着式都知道鼻影对布光的重要性。85定怎么拍都不会失真，可以最准确地拍摄人脸。这一张张特写把美女的精致五官都展现无疑，甚至打破常规的切头拍摄也照样好看。想成为一名摄影师，就需要知道何时何地该用什么器材，扬长避短才能拍出好照片。所以我不会用85定拍摄模特的长腿，那是超广角干的事情。理由2：最佳的视觉压缩。85毫米或者更长焦距，让背景更接近模特，特别是拍摄全身或者半身，会有一种镜头拉近的幻觉。我们再次请出模特啊，同样的场景，同样的光圈，分别使用14毫米、24毫米、35毫米、50毫米和85毫米分别拍一张，尽量保证模特在画面的中央，但是不考虑五官变形，只关注背景和人物之间的距离。有没有发现85的效果最梦幻？当背景元素填充画面时，会有不同的纵深感。还记得引导线构图法吗？利用墙上的引导线直接引向模特，就是合理利用视觉压缩。理由3：最佳的焦外虚化。谁都知道85定拥有奶油般虚化的焦外，你可以找到无穷多的如梦如幻的照片来证明这一点。不管是全身还是半身，85定都能获得难以置信的虚化背景。废话不多说了，还是分享一下如何能拍出更漂亮的焦外。首先，选择有内容的背景，千万不要去找一面墙、一面天，纯色背景怎么虚化都没有用。人潮汹涌或者繁花似锦都是好背景。其次，要逆光或者侧逆光拍摄，自然光还是人造光都一样。轮廓光让模特更好地从虚化背景中脱颖而出，背景如果产生镜头光晕效果就更完美。别说这种光影可遇不可得，那么好拍还要摄影师干嘛？平时多观察光线变化带来的明暗差异，在你的脑海中模拟出虚化效果，也算是训练你的摄影眼。3，记住全开光圈，有多大开多大。所以我对佳能的大眼睛念念不忘。那么重的一个铁疙瘩，对焦又慢，但是1.2光圈就足够了。它有，其他人没有，就不要在意边缘画质，再肉也不怕。观众
总是被美女和美丽的郊外所吸引。哪怕光线再强，也不要收缩光圈。我宁肯用可调灰镜控制进光量，也要使用最大光圈，不癫狂，不成佛。那换到这个尼康无反啊，我最难受的就只有85-1.8。哎，这个隔壁的葡萄好酸啊，我只能用好我自己手上的器材。最后，虚化不只是背景，我们可以利用前景的花草来框住模特，限制拍摄范围中的各种元素。如果找不到类似的场景，可以像我一样拿一片叶子挡在镜头前，形成某种前景虚化，实现人造柔焦、天然磨皮效果。虽然不建议直出，但是在婚礼或者各种活动的时候，一拍上千张，直出效果越好，后期肯定越轻松。客户能选出更多的照片，也意味着更多的 money。几个关于选择的问题：1.2、1.4还是1.8光圈？如果你专注人像摄影，有条件要买，没条件也要买大光圈。那新品现在可能都是1.4光圈，更贵更重，但是效果更好。这个1.8的镜头呢会轻点，但这绝对不是买1.8的理由。承认吧，买1.8因为我没钱啊。诚实的面对贫穷不可耻。原厂还是副厂镜头？那毫无意外，我一定会推荐原厂镜头。实在口袋羞涩，对品牌没有忠诚度的，可以考虑适马的这一支 Art 系列。如果它有 Z 口，我会立即买一支啊。手动还是自动对焦？不要被手动头迷惑。拍人像一定要用自动对焦。比如婚礼，你必须保证拍到还要拍好。所以我们不可能像棚拍那样慢慢的熬造型。玩手动对焦，那带人眼自动对焦的新机身会很占便宜。1对1，我们拍摄模特通常强调 one shot one pose。你按一次快门，专业的模特会立刻摆出一个新的 pose。半画幅可以配85吗？没有什么不可以，乘以系数差不多135毫米，也是理想的人像焦段。不过你有钱买85定了，干嘛不买全画幅？像 Z5、A7C 都很便宜。其实半画幅新手，我更推荐买50-1.8入门机身配入门镜头。不拍人像需要买这支镜头吗？完全不拍人像，那么可买可不买。也有很多人拿它去拍街拍、拍美食，甚至拍风光，但绝对没有人像领域那么出挑。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？那当然有。不管哪个品牌的空气切割机都是神一般的存在。200毫米 f2.0 大炮，配上对讲机遥控模特啊，全身虚化，效果无人能敌。那还有尼康单反最后的疯狂，105毫米 f1.4，这完全可以媲美佳能的大眼睛，可惜生不逢时，早出来5年、10年都会是传奇。那对于新手，我经常推荐百威替代85，主要新手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主题，所以百威更好玩一点。还有一支135毫米 f2.0 也算一个选择，不过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大三元中的70-200 f2.8，多功能的中长焦变焦。其实预算有多，我一定推荐2个都买，一定要2选1，我选择85毫米，就像现在我的镜头组合就没有70-200 f2.8Z， 不过主要还是最近比较缺钱。85拍私房耍不开怎么办？肯定会说35甚至24拍私房更好，钻在床单里面拍大长腿多简单。其实啊，你应该去包个总统套房去拍，怎么会耍不开？还是因为你没钱，没钱你拍个屁，回家拍老婆多便宜。每个焦段都有存在的价值，否则厂商为什么会生产这么多85定？85绝对是仅次于标头之外最多的镜头。真正的婚礼摄影师都会双机配大三元，外加85定和百威这种镜头组合。最后，85定永远充满争议，喜爱者如我这般迷醉其中，嫌弃者来评论区开炮吧。真理越辩越明，没有人身攻击的，怎么都欢迎。那今天的视频分享是不是也开始丧心病狂了啊？再感谢一下维尼小姐姐啊，她的抖音有好多的短视频，来再跟大家 say 一声，嗨。
希望他下次友情出镜就靠你们多多点赞加分享哦。